跟你说，不准进去。哎，张大人，为何欺负老人？回大人，这个人私闯灵区。看你这一身白袄，是不是为先帝致哀啊？新皇帝虽然已经登基，但毕竟与先皇是父子，登基之喜掩盖不了对先皇大行之哀呀。所以这身校服我还要穿3927天。老人家贵姓啊？免贵，姓常。请问常先生，为何要私闯皇陵啊？到这里来看看，为先帝修建的昭陵工程。哦，你为何要看昭陵啊？来看先帝是否葬得其所啊？你是风水先生？野老村夫，略懂一点堪舆之学。哦，那你看昭陵的风水如何？昭陵这块吉壤是先帝在隆庆2年钦定的。对，那是皇上钦定的。这么说，这是天意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哎呀，这天寿山水木清华，龙脉悠远，形势无可挑剔。这在华夏大地，也不失为一块吉壤啊。但望事寻龙易，须知点穴难。当年永乐皇帝点的就是正穴，一处吉壤啊，只有一个正穴。天寿山的正穴就在长陵。大人，你们是为了视察先帝陵寝工程而来。天寿山已经葬了9个皇帝，地气已尽啊，为保大明的江山，需要另找新的吉壤。你先把他拦住，我还有事要向他讨教。阁下，还认得我吗？你是26年前你来京参加会试，和你同住一个客栈的那位江西世子，也就是向往阳明心学的何疯子。何疯子？何隐隐，我来正是为了会你。会我？何事啊？坐。舒大兄，你韬光养晦多年，现在终于有了出头之日。我何心斗胆地问你一句，你可愿意做一个太平宰相啊？怎么说起这种不着边际的话？我这绝不是狂语。如今你是天时地利人和3者俱全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一定能做一个为万民拥戴的太平宰相。何以见得？明朝的新皇帝虽然已经登基，是个只有10岁的少年君主，如此年少的天子能懂得什么？治国安民还不都得靠首辅啊？所以本届首辅可以用满腹经纶指点江山，激浊扬清，改革朝政。舒大兄，你要能做到以下3件事，就一定能当一个为万民所拥戴的太平宰相。哪3件事？第一，你要进贤用贤，消除朋党政治。平心而论，高拱是一个难得的干练任事之才，却陷入到朋党政治的泥潭而不能自拔。朋党政治确实是官场的毒瘤，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也不能一蹴而就。所谓进贤用贤，说起来容易，可是干起来并非易事。有些贤臣确实名气很大，可是让他们办事，不是办糟就是办不成。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件事，你要多用循吏，少用清流。哎，此意与我不约而同，切重实力。那这第3件呢？第3件做起来比前2件只怕更难呢。什么？第3，你要清句式，立庶民。孟子曰：“为政不难，不得罪于句式。”你却让我清句式，这不是自掘坟墓吗？周大兄，翻开史书1页，历代演成设计祸变者，莫不是句式所为呀。所以，像唐太宗这样一代民主登基之初，便将江右句式统统贬为庶民。本朝开国的洪武帝也唯恐天年之后句式生变，千方百计地剪除干系。记事者，顾名思义，皇亲国戚。也就是这些人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巧取豪夺，鱼肉百姓。舒大兄，
你要是能做到以上3点，你就一定能开创一个为后世所敬仰的万历新政。你这是书生意气，算了吧，咱们今天这番话全当开个玩笑。舒大兄，你为何如此说啊？因为当今首辅是高拱，不是我张居正。哎呀，我何心颖再笨拙，也不至于连当今的形势都看不清楚啊！你取代高拱，已是指日可待了。朱贤兄，此地可不能胡言乱语啊！哎呀，我又没有喝酒，我怎么能胡言乱语呢？高拱虽然是一个难得的宰相之才，但比起你舒大兄，又要稍逊一筹啊。如今高拱与冯保正斗得驴死马喘，而你却在这天守山中坐山观虎斗，这是何等的聪明之举哟！你这是越说越离谱了。我有血金石，一腔热血前来见你，却被你一盆冷水泼得我体凉心服，就此道别。哎，朱贤兄，请留步。朱贤兄，咱们分手整整26年了，按理儿也该温一壶酒，做敬息长谈，畅叙离别之情嘛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告辞。司府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冯公让下官来的。以洛遵陈文为首的6科13郎道言官，准备明儿一早上书弹劾冯保。哦，京城士林舆情多半站在言官一边。此情之下，冯公公情势危机啊！不然，皇上和贵妃娘娘是冯保的后台。这么说，一场恶斗就要开始了。正是。哦，冯公公说，他要在李贵妃面前举荐大人，接替高拱担当首辅，不知大人您意下如何？大人，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。说，高拱的意图非常清楚，先扳倒冯保，下一个就是您啊。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。大人，为了您的改革理想，请您不要再袖手旁观了。既然是这样，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，咱们就连夜回城吧。罗大人，诸位仁兄，成败在此一举，走，小登门谷去。好，走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人在敲登温鼓。又出了什么事儿？我去看看。娘去看看。我也去。好。你们为何敲鼓？我们有奏本要奏。奴才叩见皇上和贵妃娘娘。起来吧。谢皇上贵妃娘娘。是何人在敲鼓？启禀娘娘，今儿个敲鼓的是以吏部给事中洛遵为首的6科郎言官。6科郎言官？是，他们给皇上递奏章，是想弹劾奴才。弹劾你？弹劾你什么呀？他们一共递进3道奏章，都是弹劾奴才的。这第1道就是洛遵写的，
说奴才在皇上登基的时候站在皇上身边不下丹殿，犯的是僭越之罪。第二道奏章是理科给事中陆树德写的，他说奴才把持东厂，为所欲为，滥杀无辜，将权力凌驾于三法司之上。这第三道是户科给事中程文写的，他咒骂老奴有10大不忠啊！哪10大不忠？启禀万岁爷，这3道弹劾奴才的本子都在这儿呢。他们这么污蔑奴才，奴才真是有万箭穿心之感呐！他们这么做，完全是冲着皇上、皇后，还有贵妃娘娘您呢。他们想要弹劾奴才，就是想让孟冲重掌大内啊。那孟公公虽然被罢免了，可他出入内阁，就像出入他们家自己的庭院似的。他和高拱内外勾结，有他们俩在，这朝廷恐怕会永无宁日啊！这奏章上说，你将权力凌驾于三法司之上，这是何意？奴才哪敢呢？那王九思的3堂会审是由张居正主审的，那妖道当堂就指证是高拱和孟冲把他弄进宫来的，弄得满堂皆惊啊！奴才也不知所措啊，奴才压根一点都不知情。贵妃娘娘，高拱怂恿众言官弹劾奴才，就是为了掩盖他们自身的罪责。别说了，你给我退下去。是。姐姐，不管冯宝此话是真是假，这孟冲确实不能再滞留京城了。对，我想先将孟冲逐出京城，其他事务从长计议。以后这些事儿啊，就由妹妹做主了。弄什么？冯公，你想干什么？孟公公，本来我没想把事儿做绝，罢免以后，你的宅地、家产、封地丝毫未损。可没想到高拱却与我矛击相对，怂恿言官弹劾于我，所以我不得不心有余悸，传皇上口谕，命孟冲即日起即刻离京，所有宅地、家产、封地均予充公。你这个赶尽杀绝、丧尽天良的小人！冯宝啊，冯宝，你不得好死！天打五雷劈呀！要骂你也得骂高拱。陈应峰，小的在。封了他的宅地。是，封了，走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哎，让开！走！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请司令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位忠心耿耿的内臣呢？首辅大人，这3份奏章不但没能撼动冯宝，反而加剧了他的反扑。看来皇上跟贵妃娘娘是有意在偏袒冯宝。首辅大人啊，局势对我们是非常不利呀。但冯宝毕竟是个内臣，朝廷的一应事务，皇上还要依靠内阁。如果张居正能站在我们这一边，冯宝便孤掌难鸣了。是啊，可是张居正他是知道我要弹劾冯宝，所以他跑到座山去了。他这是坐山观虎斗。但是昨天晚上他又跑回来了，不知道这其中有何蹊跷啊！首辅大人，在此关键时刻，我们不能光待在屋子里猜测呀，应该主动的出击。下官的意思是，应该到府上一探虚实，并晓以利害，绝不能让他倒向冯宝那一边。是啊，不过据老夫判断，张居正这个人做事一向是按照自己的操节，不会随波逐流。不过这次特殊时期，我们不妨再努力。哎，那好，我这就去。我也去，干脆我们都去，人多势众，给他施加压力。对，都去，我们都去。老爷，巡城御史王传求见。到这儿来吧。是。王大人。大人，今儿一大早，6克郎言官敲响了敦文谷。先不说这些，昨天我从天寿山带回来一桶上好的泉水，家中还藏有一些湖广长沙的金井白露茶，来，喝上一杯。谢大人。哈哈，金井白露茶，那可是本朝的御贡，好茶呀。王大人，
主官兄，一道品茶吧。眼下京城是刀光剑影，杀机四伏，你却有闲心在这里品茶。浮生半日，与二三知己，品饮碧乳真名，实乃人生之幸事啊。这茶香果然清雅的很呐。天寿山的泉水果然甘甜，用它气泡，这金井白露的味道才出得来啊。老爷，冯宝的管家徐觉在书房等候，说有要事相见。看看，这茶叶刚品出点味道来，又被搅了。二位稍坐片刻，我去就来啊。冯公公让你来，一定是为了六克郎言官弹劾你家老爷的事吧？正是，洛尊这帮混蛋，登文谷一敲，闹得宫里宫外沸沸扬扬。哎，如今京城闷热得如同蒸笼，这一来啊，就更加炙热难熬了。所以我们家老爷想请您尽快拿出个主意啊！只要皇后和贵妃娘娘认定冯公公是一位正派的内相，又是当今皇上不可或缺的大伴，别说3到5道奏章，就是30到50道，那不也是匹夫汗术吗？这一点我们家主人心里头也是清楚，他只是担心这3道奏章，尤其是洛尊那道，列举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事儿，恐怕贵妃娘娘见了心里头会起疑心。事情到了这一步啊，想捂是捂不住了，索性把事情闹大，闹得个天翻地覆，这样解决起来，恐怕就更为便利。我们家主人还想知道，他上次跟你谈及之事，您是否已经拿定主意？上次谈及之事，就是想请您出任首辅一职。首辅一职应该由皇上钦定，现在由冯公公私下磋商，恐怕总有那么一点阴谋篡权之嫌吧。就算是高拱已无能力担任首辅之职，那也应该由皇上亲自罢黜，而不是我等私下谋划之事。烦请通报府台张大人，吏部左侍郎魏廷山、礼部左侍郎王显觉等众官员求见。府台大人正在花园中品茶，待我前去通报。大人，魏廷山等官员登门来访，他们是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呐。你是怎么来的？骑马。马呢？在门口。他们这样浩浩荡荡而来，说不定是来堵我的。我要是出不了这门，那就出大事了。你没有带侍从？没有，连马都是临时抓来的。府中有一道后门，你让尤其领你走后门。是。李可，你去告诉魏廷山等人，就说我病了不见客，有什么事让他们送帖子过来。是。诸位大人，府台大人说了，昨日天寿山中暑，身体有所不适，不能见客。诸位大人有什么事情可以写帖子给他。我们这么多人登门求见，只占用片刻时间，烦请府台大人见面一叙。我家大人从来说一不二，诸位大人还是请回吧。这有点太过了吧？既然如此，烦请你把这个转交给府台大人。对不起二位啊，我这府上都快成走马灯了。浮生半日之闲，哪是你品想的？大人，府台大人，外人既言公与冯保协谋，美事相通，令人齿冷。今日六克郎众言官为社稷谋，为天下计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，敲响登门鼓，意在罢免冯保。为朝廷除成奸，我等特来府上告知，公不义维护此言。倘若鸡生大变，于公不利。若公一意孤行，我等六克郎众言官必将上书朝廷，请求皇上罢免公赐府一职。混账！太嚣张了！仗势欺人，他想以此要挟我。老夫本不想偏袒某一方，可如今看来，我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。刘琦，老爷，
徐觉呢？刚从后面走。你去追上他，让他转告冯宝，只要皇上有意，为了江山社稷，我张居正甘愿做棋盘上的一颗棋子，听凭皇上调遣。是，老爷。舒大，你早就该这么做了，不然他以为我们是孬种。老爷，你们都别跟着我。老爷，老爷，你要去干嘛？别跟着我！万岁爷呀！万岁爷呀！万岁爷呀！万岁爷！你这一走可苦了皇上，他们是拼了命的在争奴才呀！万岁爷，你怎么就撇下奴才不管了呀？现如今我哪有脸面返回故里，哪有脸面去见我的列祖列宗啊？万岁爷，你等等奴才，奴才这就陪你一起去了。万岁爷。怎么了？这就是这帮言官未来的下场。他们既然敢递本子弹劾于我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他们去找孟冲作伴。冯公公，您犯不着生这么大气，那都一帮什么人？一帮书呆子，根本就不懂得为官之道。您要想整治他们，那还不跟碾死个蚂蚁似的那么容易？哼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好消息！怎么样了？张居正被高拱那帮门生惹恼了。他让我传话给您，只要皇上有意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他愿意临危受命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看来张先生有意接替首辅的位置。好，只要张先生有这个意思，贵妃娘娘就有了靠山。高拱那老小子离开紫禁城的日子就不远了。万岁爷，启禀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万岁爷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孟冲在寿山先帝陵前，服毒自杀了。真可怜。妹妹，咱们是不是做得太绝了？我们本不想这样，
但一想到平日里他对你我那张狂劲儿，倒也是自食其果。姐姐，言官们要弹劾冯保，你说咱们该怎么办？这冯公公当上司礼监掌印有几天了？6天。6天？才6天的功夫，就有3道本子弹劾他。是啊，先帝这一走，紫禁城里简直到处都是陷阱。这冯公公的司礼监掌印是怎么当上去的？姐姐难道犯了糊涂？让冯保取代孟冲，是君儿登基那一天，咱们俩商量着定下的，然后以皇上的名义下了一道中旨。我的好妹妹，姐姐并没有犯糊涂。我是说这事儿啊，另有蹊跷。怎么讲？你想想，中旨是绕开内阁，直接由皇上发出的，他高拱能高兴吗？再说，咱们明朝天下近200年，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，少说也有几十号人。你有听说过谁才刚当上6天就遭人弹劾的吗？王振、刘瑾这些前朝太监中的大奸，虽然掌印是为非作歹，但也没有听说一上任就被人赶下台的呀。外官们那么做，必定是另有图谋。你的意思是高拱醉翁之意不在酒？我看是。高拱的心思肯定是不正，可是言官们要弹劾冯保，咱们总不能一味袒护吧？这个自个儿拿主意。启禀皇后娘娘、万岁爷，请看看外面。他们这是干什么？这些奴才都是为了冯公公的事儿来的。你们跪在这儿干嘛？回禀娘娘，奴才们跪在这儿是为了冯公公鸣冤。鸣什么冤？那登闻鼓敲得震天家响。6克郎言官们要弹劾冯公公，冯公公岂能不冤？娘娘，冯公公可是个大好人呐，宫里的一应事务都是他一个人在操持，无论大事小情，他没有一样不挂在心上的。冯公公是每天从早忙到晚，他那屋里的灯火是彻夜的通明啊。如今言官们说冯公公把持东厂为所欲为，滥杀无辜，还说什么他识大不忠，那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。住嘴！你今儿给我说实话，是谁让你们上这儿跪着来的？回禀娘娘，没谁指使我们来。奴才们听说外廷的言官要弹劾冯公公，都自发的跑到这儿来跪着，向皇上、皇后、贵妃娘娘求情啊！你们是担心我和皇上不能秉公而断？奴才不敢。不敢？哼，不敢你们跑到这儿来示威？今儿你们都在这儿跪着，天亮之前不许起来。谁要是倒了架，罚谁30大板。走，俊儿。妹妹，你也别生气了，这些个太监被先帝给宠坏了，早就应该给他们立点规矩了。他们今天这么做是受了冯保的指使，这个狗奴才也在欺负我们孤儿寡母。邱德庸在，把冯保给我叫来。是。奴才叩见万岁爷、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。孟冲死了，如今大内再也没有人能跟你抢夺掌印太监这个位置了。你笑啊！你给我笑啊！回娘娘，奴才不敢，奴才一定引以为戒。奴才一心只想伺候好万岁爷、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。
你一口一个奴才，可你是口蜜腹剑。我问你，红孝殿外广场上那些人是谁让他们跪在那儿的？又是谁策动王九思指证高拱的？你知不知道你差点玷污了先帝的声誉？你这是出尔反尔，耍阴谋，搞诡计。奴才该死，可奴才要不这么做，世人就无法辨明是非，认清高拱及其朋党的狼子野心啊！你是不是想指责我和皇上也袒护高拱？奴才不敢。奴才如果犯了欺君之罪，哪怕离开内宫，哪怕去当一村野夫，奴才甘愿听凭处置。但高拱绝不会甘于人下，也绝不会扶持幼主创立新政。现而今能够辅佐皇上去开创万历新政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张居正。好一个万历新政！张先生是怎么想的？张先生为人谨慎，做事缜密，也从不轻易表态。可现如今，他也被高拱逼上了绝路，不得已才向奴才暗示，只要皇上有意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他甘愿做棋盘上的一个棋子，任凭皇上调遣。起来吧，别在这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以后胆敢再在皇上面前耍什么小聪明，你的结局说不定还不如孟冲呢。下去吧，下去吧。谢贵妃娘娘。妹妹，如今冯保和高拱已成为死敌，两个人互不相让。我看我们还是要尽早拿主意，留高拱就要铲除冯保，要是留冯保，就不能有高拱。是啊，高拱掌握着外廷6部仪院及6科郎，他大搞朋党政治，藐视皇上，一手遮天，他断然是不能再用了。姐姐，你觉得呢？母后，我不喜欢高拱，相对来说，我的大班冯公公比他要好得多。君儿说的对。相对而言，冯保还不敢违抗皇上的旨意，对你我的话也都还是听的，大凡做事也不会太出格。就这一点来说，冯保更可靠一些。另外，如果张先生真的有意出任首辅这一职位，这将是咱们大明王朝200年来绝好的机会。邱德用在，你马上去通政司传旨，明天一早，皇上在会稽门会见重臣，不得缺员。是。听说你中暑了？其实我根本没有病。张某这么做了，是怕陷入你与冯保的私人恩怨之中。此乃社稷大政，怎么是私人恩怨？另外，我听说你的府上也很不冷清啊，访客不断。是的，魏廷山及6科郎言官是我的访客，冯保的管家徐觉也是我的访客。但是魏廷山等6科郎言官都吃了闭门羹。不错。因为他们根本不是造访，他们要逼迫我给我下最后通牒。这不是什么通牒，他们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我是希望你说的要洁身自好，不要和阉术为伍。首辅大人多虑了。让旨到！万岁爷！今儿个不早朝了，命奴才前来宣旨。请问张公公，今日皇上为何不早朝？高先生休得多言，本公公这就宣旨。高公率文武百官接旨。张先生接旨。哎，就是您，张先生，来接旨。臣张居正接旨。
皇后懿旨，皇贵妃令旨，皇帝圣旨。说与内阁、五府、6部各衙门官员，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，召内阁2辅臣至御榻前，同我母子3人亲授遗嘱，说东宫年幼，要你们辅佐。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，把皇家微服都强夺自专，通不许皇帝主专，不知他要何为？我母子3人惊惧不宁，今令高拱回其闲住，不准停留。你们各位大臣，深受皇家厚恩，理当竭忠报主，如何只阿附权臣，蔑视幼主？姑且不究。今后如再有这等事发生，处以典刑，定不轻饶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罢免的消息已经刊登在邸报上。张居正，落井下石。走。好，赶路要紧，快走！可是高大人，你是谁？咱是京南驿丞罗慧仙，请高大人到驿舍去吃顿饭，歇息片刻。也好。薛老，张某特地赶来为您送行啊。你是新任首辅，理当日理万机，跑到这儿来给我这戴罪的人送行，真是棒槌大庆，经受不起啊！宴会都准备好了吧？魏大人都备好了。高夫人那儿单独准备一桌，另外随行人员一定要酒菜招待好。是。薛老，本来说多邀几个人来为您饯行，也好有个气氛，但是后来转而一想，又改变了主意，还是我俩对桌谈心更合时宜。来，先干上一杯。你如此做，就不怕背上党户复国的罪名吗？皇上昨日的批旨，玄老已经知道了。你这么快就登载于邸报，还不就是想让我知道吗？你扪心自问，我高某何曾亏待于你？你竟这样负心于我。玄老，你误会了。我没误会。你与宦官结盟，与去我而取而代之。你做事虽然诡秘，可是毕竟是留下了蛛丝马迹。玄老，您现在的心境我能理解，但是您说我与宦官结盟，纯属无稽之谈。何况宰府一职，乃国家至重名器，不是想得到就能得到的。昨日黄吉门之变，骤然间你我之间一升一贬，一进一退，一荣一辱，应该说都非你我本意。如果不是时时更迭，你我本该一同效忠朝廷，
为国家苍生尽绵薄之力。我今天特意赶来，就是为了向你表明我的心迹。我不想听你的任何解释。玄老，你听也好，不听也罢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已启恩请旨为你办好了勘河，你可以迟疑回籍，安享晚年了。走都走了，还要迟疑干什么？牛车过于颠簸，玄老年事已高，哪里经得起这番折腾啊？张居正，你不要又做钟馗又做鬼！你抢了老夫首辅之位，又跑到这儿来卖乖。我要是有心把你挤出内阁，又何必拖到今天？好啊，证据都捏手里了，你想怎么样？并不想说什么，原物奉还而已。哎，你等等，等等。楚大，玄老，我俩就此别过，愿旅途保重，早日平安到家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值万历改元新主登基之际，礼部谨遵祖制，晋封当今圣上嫡母先帝皇后陈玉荣为仁圣皇太后，当今圣上生母先帝贵妃李彩凤为慈圣皇太后，并制金简御书以昭后世。钦此。臣张居正率部院大臣恭贺两宫皇太后晋封。奴才冯宝率内廷24局管事牌子恭贺两宫皇太后晋封。诸位爱卿平身。谢太后。上哪儿去呀，万岁爷？哦，我想找那个客用。哪个客用啊？你忘了，就是那个会玩蚂蚁大战那客用。哎呦，万岁爷，那可是努尔花花带进宫来的罪人，现在还关在大内的牢房里呢。按规矩，他是死罪。死罪？现在不是张先生和你替朕掌管天下吗？朕现在要让他活着，你要是听朕的，就把他给带到朕这来。朕喜欢他。这。怎么这么点小事你都做不了主？朕要你这个大办做什么？万岁爷，万岁爷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只是那个客用得把他阉了，然后送到西暖阁当一个活者来服侍皇上。要能这样，自然好。那好，奴才遵旨。去吧。哎。今天是什么节日啊？阁老大人，今晚上是我们家老爷开堂会。哦，开堂会。最近来了一名江南苏州女子，叫蒋希莲，人称江南第一丝竹高手，弹了一手好琴。她听说咱家老爷的琴艺非凡，就专程来京，要向咱家老爷请教。我早就听说了，冯公公多才多艺，琴艺书法无所不能，样样精通。今晚我要好好的领教啊！冯公公，如此夸奖，实不敢当。今天晚上邀请参加堂会的人都到齐了，单等先生一到，堂会就开始。那今晚上我肯定是如听仙乐，耳暂明啊！请，请。
您看到老爷怎么样？好。冯公公，小女子献丑了。哎，新莲女士，你这架古琴是唐朝的旧物吧？是水牛皮做的，而且是老水牛皮做的，因此弹到激越之处，它会有些干涩。公公简直不是人呐！哎，冯公公不是人，他是什么呀？啊，是神仙。公公长了一双神仙的耳朵。人都到了吧？人都到齐了啊！诸位大人，首府高拱无故被逐出京，我等身为首府大人的同年级门生，绝不能坐视不管。今天请大家来此相聚，就是要议议，拿出一个翻盘的方案。冯保这是太监当道，应该给他处以极刑，对，剥了他的皮。你应该再次奏本，继续弹劾冯保。对，应该弹劾冯保，弹劾他。他们绕开外廷，皇上不与部院大臣廷议就拔擢张居正，这有违祖制。对，这有违祖制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现如今不是你我发牢骚的时候，我要的是能把高阁老重新请回京城的办法。妈呀！救命啊！我以后再不敢了。你嚎的什么？不是让你死，皇上看上你了，这还走运了。救命啊！公公饶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你们干嘛？放开我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啊！救命！干嘛抓我呢？冯爷，验了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让柯勇调养几天，痊愈以后马上给皇上送去。哎，冯爷，小的还有事禀告。说，据陈英凤说，高拱被逐之后，他的那些个门生整天聚了一堆儿，酝酿着要闹事。都是些什么人？领头的是吏部左侍郎魏廷山和礼部左侍郎王显觉这两个人。这帮人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冯爷，您还别小瞧这帮子人，只要高拱不死，这帮家伙就时时刻刻能想着让高拱重回内阁，重掌秉国大权。这倒也是。冯爷，小的我倒有个主意。说，那妖道王九思不是还没定罪吗？咱们就让他按照第一审的口供咬死了高拱，那样能置他于死地。这些胡椒，库房里还有多少？这里存了1万多斤，但储积仓存得多，到底多少？差不多10万斤。这些东西市面上极为紧俏，在这里就堆积如山。又发什么牢骚啊？哎呦，首府大人，哎，你这是？我到你这儿来已经转悠半天了，走，去直房议叙。哎，舒大，你这新任首辅，一会儿工部，一会儿昭陵，就是不注意你身边那些大臣在做些什么。哎，他们都是一些勤勉于政的老臣，无需我多加关照。可是他们在关照你啊，你知道吗？以魏廷山为首的高拱的门生故旧，整天都凑到一块瞎捣鼓。这些人不能不防啊。按惯例，大凡首辅上任都会走马换将，可你倒好，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到处乱窜，就能实施万历新政了。在用人问题上，高拱经营了多年，虽说他有私心，但是毕竟为朝廷选拔了大量的干才勋吏，这些人啊，不但是他的门生故旧，可也是朝廷的栋梁之才嘛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是你好心未必有好报啊。这些人若没有门户之分，他们就不会整天凑在一块儿的。他们凑在一块儿，到底想干什么？知道，他们对我有成见，有抵制，这需要一个过程啊。日久见人心，我相信他们会改变态度的。但愿如此啊！但是有一个人我必须换掉，此人既非高拱的门生，也非他的故友。你想换谁？现任户部尚书张本之。此人沉稳有余，进取心不足。朝廷财政如此困难，他除了哭穷，什么办法也拿不出来。
在其位无所事事，留这种官岂不是个摆设？那换谁呢？你，我，舒大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我可不是什么财神爷，我没能力解决朝廷面临的财政困境。这个户部尚书我当不了。别人可以给我讨价还价，你不成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童年挚友，我推行万历新政，你不帮我，谁帮我啊？舒大，别说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师太，玉娘怎么样？她现在心绪烦乱，既不适合皈依，也不适合还俗。常大人，你还是去看看她吧。你来干什么？因公务缠身，一直没有时间来探望姑娘，还望姑娘能够见谅。大人，您可真够忙的。听说你已经荣升为首辅了。是的，隆庆皇帝龙兵归天之后，朝廷出现了很大的变故。为了江山社稷，我是不得已治病内阁。那王九思呢？我父兄的仇呢？王九思总有一天会被明正典刑。总有一天。总有一天是什么时候？我一时无法向你承诺，因为这其中有太多的隐情。可我凭什么相信你呢？你亲手抓了王九思，又亲手把他放了。您曾经告诉了我，要让三法司验审王九思，托用您的实力。那还让我相信谁呢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你也可以骂我，但是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就是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歇着吧。师太，玉娘在这儿调养，还望尽心照料。是，请大人放心。王传，会令三法司近日开审王九思一案。是。王九思，我的话您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不就跟那个第一次说的那样，咬定我给隆庆皇帝当太医是高拱安排的吗？没错。如果三堂会审，您永不改口，我保证您活着出去。可是我就不明白了，高拱他一个堂堂首辅，你们能跟他斗？这万一你们要失败了，我这不是早死了吗？我看您是在牢里待傻了。我告诉你，高拱早已被皇上逐出京城了，现在的首辅是张居正。张居正，那我岂不是更完了？前2次我就落在他手里了，那家伙涂了一脸浆糊，铁面无私啊！铁面无私，那是假的。只要您帮他扳倒对手，就是冰山也能化成水。啊，明确的说，张居正和高拱是一对大冤家。您只要把屎盆子往高拱头上一扣，您就干净了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行，我听你的。不过我要不听你的话，我也没其他的辙了。王爷，冯爷，这把琴已经破成这样了，还修它干啥？明儿啊，小的去棋盘街琴行挑几具最新的琴，买来孝敬您。你懂个屁啊！这是唐朝的旧物件，宫廷大乐师李龟年用过的，知道吗？嗨，您看，我这不是缺心眼儿吗？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刚从刑部大牢回来，不会有什么变故吧？不会。
那个妖道被咱们弄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会儿他要是不听咱们的，那就剩下死路一条了。好，这件事如果办妥了，老夫有赏。谢冯爷，谢冯爷。首府，杨博、葛守礼、朱恒3位老臣一起来拜望。快请。好。 3位大人请。哎呀，朱大爷，朱大爷，3位老臣德高望重，有什么事情打声招呼就可以了吧？哎呀，朱大爷，今天我们3个约齐了，一起来拜访你，一是恭贺你荣升首辅，这第二也是给你的前任说情来了。是啊，好。哎，他是监察院左都御史，你问他。今天呢，蜀大派员到本衙知会，延吉明日3法司会审，须得堂官参加。是的。哎，可我听说冯保欲借王九思一案，要将高拱置于死地呀。你听谁说的？他这事儿，京城各大衙门早就宣扬开了，你怎么还不知道？首大呀，外边传说你与高拱之间有过节，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你可不要落井下石哦。楚大人，你看我张居正是这种人吗？啊，楚大，正因为我等相信你是正人君子，不会同那本太监同流合污，所以才一起来找你。如今高拱已怆然下野，回归故里，所以您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冯保，就让高拱在老家安享晚年吧。诸位放心，我会尽我所能。啊，大人，听说您荣升首辅，小女子在此恭候了。多谢。天这么晚了，蒋姑娘还要出门？此去路途并不遥远，但我从此将难得与先生一见了。这是何意啊？您问了冯公公便知。张先生，冯公公，蒋姑娘这是要去何处啊？李太后看上了蓉儿，一定要将她招进宫做贴身侍女。这恐怕是你自己使的招吧？先生何出此言？你把蓉儿放在太后身边，不就能够及时知道太后的所思所想了吗？哎，我可绝无此意。原本我是想将蓉儿引荐给先生，先生独自一人在京，总少了一点闺房的乐趣。可是我发现先生并不上心。我并不是不上心，只是身居要位，总免不了背后有人说三道四。哎，还是寡欲点好啊。是吗？哎，我可听说先生对一个叫玉娘的姑娘十分上心。对，开个玩笑，里边请。张先生这么晚来此，必有要事啊。是的，我是为王九思一案而来。明日3法司开堂会审，不少人对此十分关心。说白了，有人托张先生求情来了，他们怕我再重提王九思进宫的缘由，对高拱再度开刀。这些人做梦都盼着他们的主子重回京城。张先生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擒贼先擒王，对高拱绝不可就此罢休。高拱已回归故里，不过问政事，你何苦要穷追猛打，落井下石，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呢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，对高拱此类人一定要趁热打铁，直至把他送进诏狱。你这是泄私愤，这么做会让天下人不齿的。你这是妇人之仁。好吧，咱们法堂上见。哎，大人来了。听说您去见冯保了，他是何意？不可救药。看来你我得多做准备。但是冯公公深得李太后和陈太后的信任，我们不能硬来啊。但是我作为主审官，绝不能让他们借王九思一案对高拱公报私仇。可是这样，大人您考虑过后果没有？王九思一案，太后我冯保也会约法三章，谁也不能自食其言，越雷池一步。你认识他吗？认识，堂堂的冯大公公啊！
我就是瞎了眼，我也能辨出他身上的气味啊。认识就好。昨天跟你交代的那些事儿，不会忘了吧？哪能啊？但我担心冯大公公事后食言呢。呸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想跟我较劲？不敢不敢！你还以为你是先帝的太医呀？啊！你也不看看你身后的俩靠山，一个在昭陵服毒自尽了，一个被贬官回籍。行，你要怕我食言啊，你就在法堂上夸夸你那俩主子。你看看这说到哪儿去了？我哪敢呢？说到底，那本仙人不就一个俗人吗？面对铡刀，我也没有死而后生的本事啊。说实话，我就是想求冯公公您留我一条小命儿，这赖活着总比死了好啊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把他关进来。您慢走，把他关进来。是。哦，冯公公。哦，冯公公。别不讲话。说大，是在老夫看见冯宝在居衙使与王九思秘密相见，我是怕他们私下有什么交易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对于高拱来说可是凶多吉少啊！说大，老夫求你，看在你和高拱大人多年共事的份上，秉公断案。你放心吧。首府。升堂。来，先喝杯酒，壮壮胆。今日开堂，你得如实招来。如有半句不实之词，当心你的脑袋。放心，冯大人。带走。王九思，今日对你第2次3堂会审，你伙同手下当街打死方立德、方大林父子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此案可结。另外，第1次会审，你说你来京城是受高拱之邀，此事可有人证？让你高供，你乱叫什么？好你个王九思啊！你不坦白你所犯罪行，却在这装疯卖傻，扰乱法堂。王九思，让你说话呢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首府，一定是有人给他做了手脚。何以见得？方才在居衙使，他还口若悬河。冯公公，你私下与犯人接触，这是何意啊？哎，我是副主审，我有权提醒犯人从实招供。这妖道的确不能说话了，一定是有人给他下毒了。这肉大法堂，何人能不下毒？不要随便猜疑。王九思草菅人命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可当堂定罪。3堂。王传，好。王九思突然失声是何原因啊？刚才御医查验过，说是王九思可能遭人暗算。是何人所为？卑职询问过大牢的境人，说是陈英峰带了东厂的一名翻译，昨天与王九思见过面。哦，既然这样，就应该把陈应峰和那名翻译一起抓起来，审个明白啊！哎，葛大人，你怀疑是我东厂人干的？凡是和王九思接近的人都应该怀疑呀！葛大人，我刚才还和王九思见面了，你不会怀疑我吧？
你别忘了，东厂是归皇上直接管辖，你三法司无权干涉东厂行动。但王九思也不是归你东厂管辖的人犯。秦大人，哎，不要再争了。既然王九思已经不能开口说话，我看也很难从他嘴里再掏出什么新的犯罪证据。此案就此打住，明日本府奏明皇上，以命案为由，将王九思定成死罪，绑赴西市问斩。你们意下如何？老夫觉得可行。冯公公，你看呢？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插手了。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卑职给他喝了一杯生气酒，民间土方的，很有效。大人，我这是为了您，您可千万别怪罪我。你脑子比我聪明。我曾向你许下诺言，一定要将王九思明正典刑。今天请你来，想让你亲眼目睹这个妖道的下场。大人，我一平民女子，能够遇到大人，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大人的恩德，我永世难忘。先前错怪了大人，还请大人原谅。今日我父兄的在天之灵，终于可以得到安慰了。姑娘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人不能起死回生，还望姑娘节哀。拜犯人王九思。53刻一刀，执行死刑。是。开斩！你想好了，真的要回逆国安？我父兄的仇已报，我心中已了无牵挂，所以我想皈依佛门。每日与青灯佛影为伴，吃斋念佛，为我父兄超度。也好。如果有一天你还惦记俗事，可以来找我。多谢大人，我想那是以后的事情了。至少现在，我已经厌倦了俗世的烦躁。上车吧。大人，你会来安堂进香吗？会的。冯公公，请。太后娘娘，冯公公，听说那妖道已在西市被正法了。是的。那家伙在法堂会审的时候，突然变成了哑巴。奴才本想更深入地从他口中掏出一些新的证据，没想到从中有人作梗，给他下了毒。还要什么新证据？那王九思只要定了死罪就行了。我可提醒你，千万不要犯了孟冲当年的毛病。身居高位，要把心思放在朝廷的政务上，切记不要与人勾心斗角。是。我交给你的事儿办得如何了？奴才已经转告给张先生了。张先生回话说，部院大臣的调整已经完成了。这是他托奴才转给皇上的接帖，并请求皇上今儿下午在文华殿接见九卿。好，邱德用在，去把皇上叫来。这接帖需要皇上亲自过目。是。
你去转告张先生，等皇上看完接帖，就在文华殿接见新任九卿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 妹妹父亲找我有何事？姐姐，邱公公刚才去找皇上，说皇上不见了。最近皇上总是往后院跑，也不好好读书习字了。启禀太后，有件事奴才一直不敢说。说吧。最近皇上城边多了个小太监，这个小太监就是原来奴儿花花的随从，名叫克用。克用？克用何时变成太监了？这个事儿冯公公答应的。 冯公公叫张京带着孩子到烟房，就做了烟术。岂有此理！这事儿他为何不向我禀报？姐姐，咱们去花园看看。哎呀，这个癞蛤蟆竟然不知道朕是皇帝！唉。 回万岁爷，这癞蛤蟆听不懂人话，同他生气也是白搭。胡说，他听不懂人话，怎么克用的话他就听啊？哎，对啊，你是不是留了一手啊？没交给万岁爷？说。奴才岂敢？这癞蛤蟆和蚂蚁是我爷爷帮着训练的，我又不懂。你爷爷呢？在老家。朕宣旨，让克用的爷爷帮我训练，怎么样啊？万岁爷，这可使不得。为何使不得？太后娘娘不会答应的。 我是皇上，天下人都得听我的。大胆！太后娘娘，邱公公在。把这2个奴才给我拖下去，各打30大板。遵旨。母后，这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该怪罪他们2个。你堂堂一国之君，不在屋子里读书习字，饱览天下文章，却和这2个小厮混在一起。你跟我来。 快进来！你给我跪下！给我跪下，听见没？我不明白，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你还犟嘴！你要是不好好思过，我就让你永远跪在这儿。冯公公的大内啊，坐起轿子来了。哎呦，这你都不知道，这是太后娘娘和皇上恩准的。冯公公的权势，比起他的前任孟公公来，不知有强了多少倍呢。冯公公，冯公公不得了了，冯公公慌慌张张的，我烧屁股了，什么事儿？皇上那儿罚跪呢。怎么回事？还不是因为那克用非跟皇上玩蚂蚁大战，整让太后娘娘看见，这不让皇上在西暖阁那儿罚跪呢。就为这点小事儿。 哎，快，给我放下！启禀太后，奴才冯宝求见。进来。启禀太后娘娘，今儿的事儿完全是奴才的错。奴才想，皇上整日在宫里读书习字，实在是单调乏味，故将客用阉了，送到他身边，让皇上找个乐子。大胆奴才，你还有脸替他求情？皇上是万人之尊，你让他整日和蚂蚁、癞蛤蟆为伍，这和过去的孟冲有何两样？奴才该死。但这蚂蚁、蛤蟆实属灵性之物，皇上日久天长，身居后宫，必将童心泯灭，不食人间烟火。如果这样，怎能体恤民情，成为一代明君呢？妹妹，冯公公所言不无道理啊。依我看，我们对皇上的确是苛刻了些。得了，起来吧。怎么，冯公公替你求情，你倒耍起性子来？万岁爷，快起来，还不谢过太后娘娘。等等，这是张先生送来的帖子，需要你过目，这才是你该干的正事儿。还愣着干嘛？以后遇到这种事儿，别
别忘了这儿还有2位太后。是，奴才明白。还不赶紧去帮皇上看看那帖子？是。臣新任吏部尚书杨博觐见皇上。臣新任户部尚书王国光觐见皇上。臣新任兵部尚书谭纶觐见皇上。臣礼部尚书吕调阳觐见皇上。臣新任刑部尚书王志靠觐见皇上。臣工部尚书朱鹏觐见皇上。臣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觐见皇上。众卿平身，谢皇上。尔等部院大臣须得各尽职守，重要事件得向内阁首辅张先生禀报，然后奏朕。张先生昨日有接帖呈进，讲明要革除前朝旧弊，开创万历新政，尔等要同心协力，共创本朝鼎盛气象。臣等恭敬皇上教诲。张先生，臣在。你说万历新政该如何实施？臣思虑应从整饬吏治开始。如何整饬吏治？过几日，臣当有专门奏本呈上，请皇上审阅。朕等着。臣遵旨。捷报！捷报！什么捷报？传报信人，快，有何捷报？快入殿颁奏。启禀皇上，广西小北前线800里加急传来捷报，两广总督殷兆茂已收复清源等城池多达36座，剿灭叛匪3万余众，匪首贝纳身负重伤，并带其少量人马退至丛林深处。哎，谁是贝纳？此乃危害广西安宁多年的叛匪之首。皇上，广西匪患如期剿灭，殷正茂功不可没。这是皇上上应天机、下抚民意的祥瑞盛世，亦是开启万历新政的好兆头。臣有个建议，说，请皇上下旨殷正茂，让他进京献俘。如此甚好，就依张先生说的办。当部院大臣安排妥当，张居正取得新皇上的同意，正欲整饬吏治，拉开万历新政的序幕。谁知又有一场意想不到的风雨骤然而至。殷正茂可真是功不可没，这也是叔大举荐有方，用人得当啊！一场剿匪的胜利，并不能掩盖眼下朝廷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啊。此话怎讲？叔大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诸位失陪。张才，你为何这么说？叔大，你身居高位，所听到的当然都是些溢美之词。可是你不知道的是，京城里的衙门差不多都面临瘫痪，所有的官员只顾窥测风向，根本无心做事。可你们户部不是面貌焕然一新吗？都说你的部下各司其职，清账的清账，盘库的盘库，催缴的催缴，倒是比过去忙几倍啊！唉，那是瞎忙。虽说户部掌管着全国的财政，可你知道国库里还有多少银子？这我还真不太清楚。国库用银已经告罄了。啊？不是高拱离任前说还有40万两银子吗？40万两？哼，那是张本直说的假话。这些日子，所有的账目已经核查属实，国库实际存银只有20万两。所谓40万两，是把高拱答应给殷正茂的20万两也算在其内了。而这笔银子已经花出去3个月了，早就付了潮白河的工程款了。这么说，你是在唱空城计？可不是。我一个堂堂的户部尚书，口袋里竟抠不出1两银子，大明200年来实属罕见。难道就没有任何银子的进项吗？有。年初户部13司会同各有关衙门一起核定，今年全国应该征缴的赋税应该是270万两，可各项开支却需400万两，这还不包括先帝驾崩、新皇上登基这些意外的大笔开销。总之是寅吃卯粮，入不敷出啊！不是还有历年的积欠吗？这个数目是多少？
500万两，这还仅仅是隆庆2年以来的积钱。如果把这笔银子收起来，咱们就不会捉襟见肘，做无米之炊了。我看虽收积欠，是户部的重中之重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多动脑筋啊。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也有了主意。第一，把全国的10大阙官的征税御史全部换掉，换上那些年轻的愿为国分忧的官员。这是个大事儿，过2天专门再来请教。今日为何不谈？